各位听众，大家好。先前由于社会的动乱，特别是在最近这个阶段，许许多多的同修都深深感到忧虑不安。学佛的朋友们常常拿这些问题来问我，特别像现在社会所讨论到的这个男女的问题，色情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严重。由于现在资讯发达，大众传播的发达，传播工具它没有过时，而所报道的内容与社会的安危确实是有影响的。记得在早年，大概总是有30多年前，方东美先生曾经说过，他说美国将来亡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电视。他很感慨地说，电视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如果用它来端正社会风气，化导人心向善，利益是无量无边。如果这个工具所报道的是暴力，是色情，是社会负面的，那么有一些年轻人天天接触这些画面，天天让这些画面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造成影响力当然是非常的深远。那么这些事情，国家要负责任，这个企业界，尤其经营这些行业的人，也要负责任。如果是以个人利益为考量的话，也应该报道正面的。我相信，所获得的利益绝不会比你报道负面的来得少。很可惜，没有人能这么做。那在我们佛法里面看，如果你能报道正面的，对社会有好的影响的，一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至于你所得的利益，决定是更殊胜，因为所有这个一生人所有得到的这个利益都是命中注定的。命里面有的，你一定能得到；命里没有的，是不能够强求得来的。但是一个人利用这种工具来行善，来利益广大社会群众，那么你所得到的福报绝对不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这桩事情，如果你深深去研究《了凡四训》
你去研究感应篇，你自然就明了了，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了。古时候，中国这些圣贤们，他们对社会安危非常注意，尤其是对于历史，他们有使命感，他们负责任，所以往往所有一切设施，不仅仅是顾及当时，他要顾及往后。这一桩事情，特别在中国这个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论到世界科技，中国是最早的。这个重要的发明，最早都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些科技在中国不能够继续的长成，而让外国人学习到之后他们领先了中国？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谜，许多问号打在那里，而没有人能够解决，没有人能够解答。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超人之处。古时候，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明了，所以他们着重在人文的教学、道德的教学，把这个社会的安全当作洪水泛滥，所以防微杜渐是教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科技如果发展，这个伦理道德要是追赶不上了，科技带给人类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是现代我们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才佩服中国古人把这个发展延缓，把这个人文、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前，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古大德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苦心我们后人要能细心去体会。譬如古时候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见解、言行、活动都加以规范我们现在人看到好像处处受约束，处处不自由而实际上他们这些设施都是为了社会安全，利益广大的群众是好的并不是恶意的，并不是这个约束大众广大群众的。那么对于女子生活行为的限制绝对不是讲压抑女权如果这个说法的时候，那实在讲是我们讲话了不负责任我们的观察不够细微。这些道理，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给我们有相当的发明给我们有相当清晰的解释。在整个历史上来观察，中国古时候代出贤能
每一个朝代都有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出现，为国家民族造福。这些人才从哪里来的？绝对大多数得力于母亲的教诲所以女子的治权，印光大师讲天下安危这个大权呢，操在女子的手中这句话意义非常之深天下之安危，在乎这个时代有没有英雄豪杰的出现英雄豪杰怎么出来的呢？都是受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母教古代的女子，圣贤人教她三从四德，相夫教子我们看看历代的这些英雄豪杰都有好母亲，都有好妻子，好内助所以他才能够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大众建功立业所以女子她们在幕后她们的功决定不能够抹杀她们是幕后的功臣在近代，连西方人都佩服中国的邓小平邓小平没有站在台面，站在幕后他老人家一生做什么呢？做相夫教子的工作他没有出来跟大家争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整个社会是要互助合作才能有成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争取领导权，每一个人争取领导权，社会怎么会安定？人民也能不遭苦难这些苦难怎么造成的？我要争夺，我要出头，因为我一个人要争取名位，使千千万万众生受灾难。我一个人要得利益就会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业就造得重了。去年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正遇到印尼的火烧山，烟雾弥漫的这个地区非常广大了受害之人不知道有多少那个烧山是为什么？图一点利益而已图一点小利在佛家《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众生造作这个罪业，最严重的就是放火烧山，果报在阿鼻地狱放火烧山造的是什么罪业呢？杀害森林你看这个山上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没有一个能逃过这个劫难这些众生
数目有多少呢？所以放火烧山、杀害众生的数量，实在讲超过2次世界大战了。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没有两样它是沦落在那一道这是业因果报他遭遇这个豪劫，不会甘心罢休的。日后遇到因缘，他一定要报复的所以我们要想到报复，那你自己就得要小心谨慎所以佛家的戒律第1条教给我们不杀生，不跟众生结恶缘不造这样严重的恶业这个果报决定不善原始的佛教虽然没有提倡素食，那是因为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就提倡素食运动素食运动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这是大慈悲心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应当为社会安全着想，为一切众生福祉着想，不要为个人，不要为自己。佛在经论上常说给我们说出善恶的标准。佛家讲善恶的标准有很多等级这个等级之来源，就是因为设法界一切众生生活状况不相同，所以善恶的标准就不一样但是它有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一定是与宇宙人生真相相应那是绝对标准。绝对标准一般人很难理解，也不容易做到所以佛为我们六道众生所定的标准，这就低了决定是我们应当要遵守的这在经论里面在处处我们都读到都能体会到佛菩萨苦口婆心教化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地方，诸位听众必须要清楚，佛家所讲的佛菩萨不是神仙佛菩萨这个名称是古印度话，它的意思是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的人如果已经得到究竟圆满智慧，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中国人简称为佛。他正在修学在求智慧，断烦恼长智慧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菩萨。菩萨是正在修学道德智慧的这一类的人所以人人都应当做佛，人人都应当做菩萨佛菩萨的含义如此，所以不可以听到佛菩萨这个名词就想到那些神仙这个与神仙毫不相关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
去年我到北京去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门口有一块招牌，写了8个字：学为人师，身为师范。他们是师范大学，这是他们学校的精神，教学的宗旨。师就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范是模范我们要学着做社会大众的表率，我们的言行要做社会大众的模范。这8个字就是佛菩萨最好的注解佛菩萨就是社会大众的表率，佛菩萨的言行就是社会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所以我看了这8个字我当时就告诉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他们陪同我说这8个字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华严经所讲的就是这8个字他们听到我的说话也感觉到非常惊讶，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华严经里面讲的有道理有理论，有学习的方法，最后善财童子53参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这个53位菩萨，他们的身份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你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是这个生活里面的好榜样；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榜样好榜样就称之为佛菩萨了，就叫菩萨心菩萨行起心动念为社会、为群众、为一切众生起这个心、动这个念，这就叫菩萨心你存的是菩萨心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利益社会广大群众，你的行为叫菩萨心这是菩萨了。如果为自己，这叫凡夫佛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如果我们用现在话来说，佛说的这个话了，合情合理合法为什么为自己就是凡夫，为众生就是菩萨呢为自己是恶，为众生是善；为自己是迷，为众生是觉悟这里面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明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六道外面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我们称为四圣四圣六凡，这叫十法界十法界怎么来的？佛告诉我们，十法界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时空的维次这个3度空间、4度空间，乃至于无数度的空间我们再从比喻当中来说这个电磁波电波、光波、声波这些波动频率从哪来的？佛告诉我们，都是从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我们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些波动啊都没有了，都没有变成什么境界呢？变成平等的境界。有波动就不平等了。平等的这个境界，佛就把它叫做一真法界。一才平等呢，一才是真的所以二就不平等了，二就有波动的现象了。所以佛法。宗派很多，法门很多，你要问修什么东西啊？就是修一这个禅宗里面说的很好啊，识得一，万事毕。你也真正入了一的境界了，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没事了，天下无事了。那我们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哪一个法门都没有离开一一是我们最高修学的目标如何能达到一心？那你要离开这些波动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六道这么一个幻象变成这种频道，变成这么一个画面假如你要是执着没有了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那么六道没有了但是还有四圣法界。有声闻，就是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有佛，还有这些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这些东西从妄想分别变出来的，他没有执着。那么，假如你要是在一切法里头，分别心也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分别的意念都没有了，那佛就跟你说了，那十法界没有了。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了，这个东西都是从你分别心里头变现出来的那么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是六道十法界没有了，展现在你的面前是什么境界呢？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还是有波动，但是那个波动很小，很微弱。已经不碍事了不碍事就是你决定不会生烦恼了你的生活决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了因为在十法界，在一真法界里面，只有妄想妄想还存在。这个妄想呢，佛家也称它做无明叫根本无明无明就是妄想还有妄念因此那个菩萨呢，还有41个阶级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就是他还有妄想，妄想越少，菩萨的地位就越高。妄想还多呢，他地位就低，但是他决定没有分别执着。诸位要知道，没有分别执着，在那个境界里头，佛还有什么法好说呢？你们诸位想想，我们要交流，交流什么都有分别执着，离了分别执着，你还拿什么交流？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佛不说法了没法好说众生修行用功怎么用功法呢？叫无功用道。这个无功用道很难懂
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在一真法界里头，佛不说法的，没法好说，大家心地都很清净，都一个念头都没有，都是一念不生的，所以那是真正清净庄严的法界，真正得大自在呀。入这个境界之后，这些菩萨大慈大悲，要帮助那些烦恼执着还没有破的，要帮助他们这些人，那怎么样？需要道家慈航，他们叫成愿再来，他可以回到十法界，可以回到六道。换一句话说，那个无限的维持的时空啊，他往来很自在呀，他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可以随心所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在佛经上有一句形容的话说：“游戏神通。”中文里头这有一句话常说百花丛里过，那就是恒顺众生，片叶不沾身。他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他在十法界，无论在哪一界度众生，无论实现什么样的身形，他都是自在无碍，所以六道里头任何一道都有佛菩萨化身，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尤其是众生在苦难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愈切。换一句话，应化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处所就特别的多。奈何众生迷情太重佛菩萨处处示现他还很难觉悟可是烦恼轻的人就很清楚、很明白就会感触到佛菩萨对我非常亲切，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时时刻刻照顾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让我从迷惑颠倒里头觉悟醒过来哪些人容易体会到呢？佛家常讲善根福德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具足，这个人很容易觉悟因缘在我们现代来说，比古时候方便太多了。你比如古时候，一定要有法师讲经说法，你接触到，你这才有法缘讲经说法的法师也不多，场所也不大，听众也有限，所以这个缘呢，缘就是我们今天讲机会呀，机会很难遇到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在语言上、机会上来讲呢，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们可以利用电视，利用资讯的传播利用这个无线电的广播卫星电视，利用这个电脑的网络可以将佛法很迅速的传遍到全世界，这机会有了。那问题呢？问题就是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呢？
你接触到之后啊，你能够相信，你能够喜欢，你能够理解，这是善根。啊，什么是福德呢？理解之后啊，喜欢照做，真正肯干呢，这个人就有福了。啊，你明了之后，自己还不能去做，这就没有福。所以福一定是真正发心去做。啊，内要熄灭贪嗔痴慢的烦恼，外面不受境界的诱惑，这个人有福了。啊，所以佛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彼国是指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你要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啊，西方世界应当是很殊胜。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韦提希夫人，啊，这是个皇后啊，遭到了家庭的变故，啊，他的儿子受了别人的挑唆，啊，发动一次政变，夺取他父亲的政权。啊，他本来可以是继承王位的，他要早一天做国王。啊，所以就干出杀父亲、害母亲，啊，造这样的罪业。啊，想早一天得到王位，干这么个傻事。而韦提希夫人造这个政变之后，感觉到这个世界太苦了，对这个世界一丝毫留念的念头都没有了。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知道世界不只是我们地球一个啊，佛讲的时候还有他方世界。啊，我们现在人讲外太空啊，属于外星人呢，那是他方世界的。这个佛在经里面讲的很多啊，所以韦提希夫人就动了个念头，啊，希望啊能够升到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啊，就现在人讲移民啊，这个社会动乱呢，我们想办法离开，啊，去找一个安全地方去生活。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啊，把十方诸佛的国土以他自己这个威神的力量变现在他的面前，啊，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这些画面呢，通通展现在韦提希夫人的面前，啊，韦提希夫人看到之后啊，就选择极乐世界，他这个世界好，啊，非常清净庄严，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能够令他非常的满意，啊，于是乎就请教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往生？啊，怎么样呢才能够升到这个国土？啊，阿弥陀佛的国土。啊，所以佛不是主动介绍给他的，是让他自己选择的，啊，自由选择的。啊，他选择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非常高兴，啊，他毕竟是有智慧，他选对了。一切诸佛的刹土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在教他
往生的方法，要拿现在来话来讲呢，就是教他，告诉他移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个条件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信愿行你这个信愿行是，你已经具备了善根福德因缘这3个条件是你本身的，你已经具备了。那么下面呢，你就是信愿行。信决定的相信，决定没有怀疑愿是个恳切的愿望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我想升到西方世界，有恳切的愿望。行，那就是依照阿弥陀佛教导众生的方法。这个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念佛你念佛就能往生，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这一般人讲哪有这么容易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呢？念佛之前，你看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又要具足信愿换一句话说，5个基本条件在支持你然后你念佛才能往生念佛往生的道理这个大乘经里面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华严经上讲，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华严经上非常有名的2句经文经上又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所有这些现象唯心所现，为识所变佛门里面有一个宗派叫法相唯识宗，就是根据这2句经文建立的佛在大乘经上又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把这几句重要的经文合起来观看，你才晓得念佛成佛在理论上讲有真实的依据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想佛，他当然就成佛了嘛。我们想佛是因成佛是果嘛。想阿弥陀佛，当然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还会错的地方吗？所以你想要是如来，你就决定生东方净土。想什么就现什么，这个大道理你一定要清楚决定不能够含糊然后我们就明了因果报应的原理。佛法当中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也有不少朋友问我因果是不是在万法里面的？没错，因果是万法之一那万法皆空，因果也能不空吗？哪有这个道理那因果不空说的是什么呢？因果不空是说转变不空，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譬如我们吃桃那个桃核是因种下去将来结桃子结成桃子是果因会变成果果呢，果又变成因，是因果转变不空，不是说它的相不空，它的相是空的，那是万法皆空，转变不空。另外还有相续不空
它相续不断的。因为相续不空，所以人才有过去世，才有现在世，才有未来世。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灭的。因为它转变，那么这就有六道，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了。我们这一生得人生，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不一定呢，它转变了。来生或者转到畜生道了，变成小狗小猫了，或者转到恶鬼道了，或者转到地狱道了。这是讲往坏的地方转呐。往好的地方转，或者你升天了，或者你来生再得人生得大富大贵了。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你看这世界上这么多人，我们的人生，过去造的有这种业，我们现在得的这个果报这个果报叫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引业是念头引你去的。那么我们得到人生之后，每一个人健康状况不一样，容貌不一样，我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这个地方就有富贵贫贱种种差别。这个差别果报呢，叫做满业，是你过去世造作善恶业报所感。这个讲得很清楚确实合情合理佛不随便说的那么佛告诉我们，引业就是引导我们到六道去的这是念头。贪心，念念是贪永远没有满足贪而无厌这个贪心引你到恶鬼道不管你贪什么他是讲贪心，引你到恶鬼道嗔恚、嫉妒这个心念头引导你到地狱道，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愚痴是什么？是非黑白搞不清楚邪正善恶是非没有能力辨别清楚，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现在社会上这一类的知见很多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将来要到哪一道去设了人生再往哪里去是一个学佛的人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你能够守五戒，一生规规矩矩做人佛家讲五戒，中国儒家讲五常，仁义礼智信你能够守住这个，以这个为我们一生做人的标准，不越这个规矩，你来生决定得人生，得人生来生的福报一定比这一生更大那么在满业上来讲，这是讲引导你到哪里去的。那么由此可知，那我们念佛这个心呢，就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往生有道理在呀，不是随便说的呀。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死心塌地依照这个方法修了那么再讲到满业满业讲我们，譬如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一生生活状况物质生活，我们的财富
财富是满业之一啊，怎么得来的呢？你前生修财布施，你很欢喜拿财物帮助别人，你这一生得财富啊。发大财的是前生修的大布施啊，布施是因呐，你所得到的这是果报啊，是这么来的呀。你说你有智慧，你有本事，你有技巧，你能够赚到的钱，比你有本事、有聪明智慧、有巧妙方法的人多得很，他为什么赚不到？啊，他命里头没有嘛？哎，你这些方法手段只是个缘而已，命里头有，你有这个缘，你才能得到；你命里头没有，缘再殊胜也得不到。啊，好像我们挖这个矿一样，那个地下埋的有金，你就开采的是缘，你就挖出来了；那个地里都没有，你怎么挖也挖不到啊！啊，所以你命里头要有。啊，你命里的聪明智慧是你前生修法布施得的果报，你这一生健康长寿是你修无为布施所得的果报。啊，我们世间人都希望自己得财富，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你要想得这三种果报，你要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哎，你要种因呐，后头才有果啊。所以我们营业我们的人生啊，我以我自己举个例子来说啊，我的人生，我接触佛法之后啊，我非常相信，换一句话说，我还有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这佛法，我相信啊，我呢大概前生有一点法布施。啊，有一点聪明智慧，我没有福报，没有财富啊，啊，富贵我没有啊，啊，贵是地位呀，这个我没有啊，啊，健康长寿也没有啊。年轻的时候多少看相的，给我看，连这个甘珠活佛，都给我讲啊，啊，人不错，很聪明，很可惜没有福报，没有寿命，短命。啊，都说我过不了45岁呀，我很相信啊。我也认为我没有理由长寿啊。啊，我年轻的时候那种性格，啊，读了《了凡四训》呢，哎，跟了凡差不多啊，但是还没有了凡先生福报大。啊，所以是短命啊。那么我自己。这一生当中，衣食啊不缺乏，哎，健康状况还算不错，就是这一生修的，这个不是前生的，啊，这是早年闻到佛法，就认真去干了。我没有求财富，我也没有求长寿，啊，我只知道我活一天，我就认真努力修一天，啊，有机缘，我很愿意帮助社会大众，啊，所以我所讲的这些东西没有版权呐，哎，写出了这些书啊也没有版权，啊，大家喜欢，尽可以去翻译。啊，那么我教大家念佛，念佛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啊，所以你要了解道理就好了，你就会相信，你就会真干了。没有时间念，我教大家一天呢念9遍，用这个10念法，这个10念法是我的方法，而不是古人的。一次就是念10声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分钟就够了。一天要念9次，9次是早晚各1次
3餐饭3次，上下班的4次，合起来9次，功德就无量无边。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诸位大德，大家好。现代社会上有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现代社会的动乱。这个问题，印光大师在70年前，他老人家就常常讲现在世道人心坏到极处了。凡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道德仁义、孝慈廉洁，这些维系社会安全的标准，通通废弃了，没有人讲了。而古人所不能启口的，像贪嗔痴慢、杀盗淫妄，而这些东西，现在社会极力的在提倡，一直在进行，社会怎么会不乱呢？这个乱象，在我们现代可以说是太明显了。我们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都能见到这个是大乱之象而社会大众以此为进步印光大师说了你们以这个为进步，可是你有没有知道人道退步了，畜生道进步了，魔鬼道进步了，地狱道是突飞猛进，有几个人能见到？世间也能不乱灾患也能不频繁。我们现在资讯发达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处所，随时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举世之人都关怀，都忧虑。
这个问题，学佛的同修常常来问我，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如何避免这些灾难？前天，我收到北京有一位居士给我寄来2本小册子，印光大师书信选集，他们一共选了48篇，多半呢都是在书信里面记录的，而不是全文。他给我写一封短信，说明他们呢选编这个小册子的动机是听到我讲经的录音带。早年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非常谦虚，他要我以印光法师为师，做印光法师的学生。那印祖已经往生了，我们如何依靠呢？印祖的文钞在，现在在台湾印光大师的全集流通得很广，只要我们读印光法师的书，依照他老人家的教诲认真去修学，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所以我曾经发心呢，依文钞的内容做100次的专题讲演，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初学佛时候做的。他们听到了这个说法，编成这个小册子来寄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这个小册末后一篇呢，是印光大师给魏锦州居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他是全文都录下来了。而魏锦州居士在当时是因为邻居房子失火了，连带他家的房子也被烧毁了，所以财物付之一炬。他的太太在惊慌当中死去了，他自己遭了这一次的大灾难，人也就发呆了，如醉如狂。那么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印光大师，因为魏居士也是跟印祖学佛的，印祖听说这种情形，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分析这个道理，帮助他回头是岸。这封信很长，我仔细看过一遍，把它分成段落，一共有18个段落。第一段，大师引《法华经》上说：“三界无安，犹如火者，众苦充满，甚可怖矣。”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上这4句话了，可以说
把我们现实环境的状况描写的淋漓尽致啊！我们要深深体会佛所说的意思。三界，那是不止我们人间，也不止我们现前社会状况，但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状况啊，使我们读这4句经文呢，感触特别的深刻。我们确确实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世界充满了苦恼啊，哪有快乐啊？贫穷的人苦恼，富贵的人苦恼，不下于贫穷啊。我们与一些大富贵的人接触，他们常常谈起他们的苦恼啊，也说之不尽啊。没有一个人不苦啊。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实实在在是非常恐怖。魏锦州居士遭了大难，这种灾难，任何一个人时时处处都可以遇到的。尤其是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遭遇灾难的机会呀特别多啊！人命无常啊！今天早晨，我听说昨晚华航飞机失事，罹难有203个人，我们看到非常难过道场佛寺，我们诚心诚意来帮他们超度。尽我们一点道义上的责任。学佛的人，如果没有智慧，如果不明因果，遇到这些灾难，很容易退心了。以为自己学佛学得不错，心地也很善良，为什么遭这样的苦难？那印光大师这一篇开示就太好了。他首先教导我们要善体天心你要能体会呀。天心，这是讲的真心真正能明白道理，透彻因果，然后才真正能做到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才真正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现在的社会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好不好呢？大家自己心里都明白。
佛法里面有没有呢？有。高级的佛法，确确实实，它是讲民主、自由、开放但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明心见性以后当你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决定不开放。所以佛陀的教学非常严格全教菩萨以下都要遵守规矩换一句话说，你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开放见性之后完全开放了，何以故呢？见性之后那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报应的事实彻底明了他们这些我们习惯上称化身大士是真正的诸佛如来就如孔老夫子所谓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就可以全面开放了随心所欲就是自由民主开放，不逾矩的时候呢，完全符合道德的标准像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道德仁义孝慈廉洁，它都符合一丝毫没有越轨呀到这个程度才行，这是华严经的境界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持戒念佛，你才能得度你才能够消灾得福不到这个程度，漫无标准的讲求民主、自由、开放，那个结果就是现在社会的状况。这个诸位总明了古时候你们说帝王专制，实在讲，古时候的人民生活过得自在社会祥和真正能过安和乐利的日子为什么？国家治理制律有礼乐，有法律，人人都必须要遵守所以才能够获得社会的祥和，人民的安乐往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演培法师曾经一次给我闲谈问我，他说你到底是赞成民主还是赞成专制我毫不犹豫，我告诉他我赞成专制，我赞成帝制演培法师听了哈哈大笑，告诉我的你落伍了你的思想怎么这么陈旧其实我们都是开玩笑的话实际上
专制有专制的好处，民主也有民主的好处，两下比较起来，专制时代的社会比自由民主的社会要安定。这个是诸位要细细去读一读历史，仔细去比较，你就明白了。没有明心见性的人，需要约束需要管教正如同儿童一样儿童年幼无知，不严加管教，就常常要出乱子，要做出许多危险的事情，不但危害自己的生命，也可能危及社会安全所以必须要严加管教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小学的管教比中学就要严格，中学管教比大学要严格那么由此可知，越是年岁大，智慧越开了，管教的范围慢慢就放松了。佛教化众生呢，亦复如是也是这么个道理明心见性的，那还用得着管教吗？不需要了，什么约束都没有啦。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事事无碍，它是真的无碍哪有障碍呢？有障碍就不是佛法了那是高级的佛法了，是事事无碍真的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都是世间人的榜样，都是世间人的典范这是佛法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但是步入这个境界，一定要守佛的教戒，要守佛的戒条规规矩矩的修学，佛才把你领上正道所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在逍遥这样的人生，过去佛门里面出家在家无不享受世间真正书念得好的人，念儒家的书，念道家的书，真正有心得，身体力行也能做得到所以儒家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就是现在我们说先前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过的是富贵的生活，你要尽富贵人的本分你有能力有力量帮助社会贫穷之人，这是尽富贵的责任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社会上有领导地位的这个身份，这是贵
有财富、有地位，你要帮助苦难的群众啊，这是行乎富贵呀！啊，做富贵人的好榜样。树贫贱呢，行乎贫贱。贫贱是没有财富、没有地位啊，我们也得规规矩矩的做人，安分守己的生活啊，决定不敢胡作妄为，所以平安即是福啊！不但自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一生，平安的心、平安的行为，带给社会的祥和啊，带给众生的安定啊，绝不胡作妄为。这个事情一定要明理才能做得到，至少要明了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如《了凡四训》里面所说，《感应篇》里面所说，《阴骘文》里面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这是因果的道理与事实啊。前定是谁定的？给诸位说，不是别人定的，不是上帝定的，也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谁定的？自己定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呢？所谓是自作自受。你前生种的有福因，这一生享福嘛，得果报嘛。前生没种福，那这一生就贫贱嘛。这怎么能怪人呢？所以明白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呢，这个心就平了。虽然是过贫贱的日子，不会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前世没修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都是事实真相。财富从哪里得来的？财布施。我不肯用财物去帮助别人，我就得不到财富的果报啊！今天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发大财的人，都是过去生中常常以财富帮助一些贫穷苦难的人。他种的这个因这一生当中他获得这么大的财富，是他的果报，是他应当得的呀。我没有种这个因呢，我不应当得这个财富啊，不应当得，而得到，祸害就来了，灾祸就来了为什么呢？那叫不义之财，不义就是你不应该得的呀，你没有这个因聪明智慧也是果报，说法布施的因
欢喜教导别人，欢喜将这些道理讲给别人听，这是属于法布施。法布施的果报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果报得健康长寿免于一切凶灾患难。什么叫无为布施呢？能够保障一切众生，离开一切恐怖，使他们身心得到安稳，这一类的都叫做无为布施。所以前世修得有好因呢，今生得的有好报；前世没有修好因，这一生哪里有果报呢？所以贫贱他能够安于贫贱，富贵他能够安于富贵。富贵人明白这个道理，希望来生还得富贵，那就继续不断要修三种布施他的富贵就永远享不尽贫贱之人明白这个道理，现前也肯修布施，如果他用心很猛，精进不懈，在这一生当中就能把自己的命运改变。这个明朝了凡居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他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不胜枚举不过没有把它写出书传下来而已。了凡先生是把他自己这个经历写出来勉励他儿子的这么传下来。他也不是有意要传给社会大众，是无意当中传下来的。所以因缘果报这些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透彻的明了与人为善这是真正的善行，一定得善报。更难的那是后面的两句，所以速患难，行乎患难，速一滴，行乎一滴，那这是高度的智慧，真实的觉悟才能做到。这种事情，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发生。人真正是好人，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尽忠职守，但是他所作所为，有一些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破坏他。那么像古代这个陷害不但你这个地位失掉了而且遭到了惩罚朝廷把你流放在边缘的地区。这一类的人，这些人，这是有学问有道德，他们对于皇帝误听别人的谗言，并不怪帝王不怪他，也不怪那些造谣生事陷害自己的人他为什么不怪他呢？命该如此嘛所以他能做还债想这个陷害人的人，他为什么不陷害别人，陷害我呢？
我过去生中一定跟他有过节吗？我以前陷害过他吗？今天嘛，他抓到机会来报复嘛，这是账就消了嘛。啊，所以接受这个惩罚，接受这个贬义，啊，他可以很安心、很欢喜的接受，啊，这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更严重的，那是遭到重大的刑罚。啊，那么在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像宋朝的岳飞，尽忠报国，啊，不幸为秦桧呀所缠，啊，这是被害了，不但是在过去斩首分尸，甚至于灭门，啊，灭九族，这些人也都是有道德、有学问，他们没有丝毫怨恨之心，啊，这个觉悟比前面就更深、更广。不怨恨这些陷害自己的人，啊，也不怨恨呢帝王，啊，而自己认为说自己应有所得，啊，为什么说应该遭这个报应呢？前世造的因嘛，因果通三世啊。他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心平气和、安心来接受处罚。这个处罚冤枉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后人明白之后，没有人不尊敬，没有人不爱护啊！不但人尊敬他了，天地鬼神都尊敬他。他决定有无穷的福报啊！岳飞在当年虽然是被冤枉、被害了。可是岳飞之名，岳飞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民族每一个人的心里啊！提起来千年万世，哪一个人对他不尊敬啊？这是他的福报啊！乃至于他后世的子孙啊，如果要听说是岳飞的子孙，一般人都会另眼相看啊！可见得祸与福啊，很难说啊！当时看起来是祸，往后一看呢，哎，这祸就变成福了啊！岳飞这个秦桧。在当时看到，他是福啊，他做了宰相啊，安安稳稳过他的这个大富大贵的生活啊。可是往后面远处再一看呢，那是祸害啊！这正是所谓福兮祸所依也。反过来那个祸害也是福之所依，祸福很难讲
都在当人的一念之间。一念心平气和，没有丝毫怨恨，祸就转变成福。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有一念不平之心，有一念愤慨之心，福也变成祸，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印光大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古时候在中国，道德最高的，为举世人所尊敬的，无过于孔子。而孔子一生，我们从他历史上去看，他老人家曾经绝粮于城，被围于匡，周游列国的时候，一无所欲。他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50岁就过世了。幸亏留一个孙子，传宗接代。这世间圣人。出世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也曾经有3个月马麦之暴出去托钵，遇到饥荒，没吃的，吃什么东西呢？吃人家喂马的那个粮食，马吃的粮食。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没有例外的，哪有说不遭灾难的呢？为什么大圣人还要遭这个难？过去生中的因果没有成圣成贤之前也是凡夫凡夫哪有不造业的道理？等而下之，贤人颜回短命，这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传承孔子学问的学生短命冉伯牛也短命，都是孔子的学生子夏下眼睛左丘明晚年也下了眼睛那么在我们历史上看到，屈原忠君爱国投河而死子路也是孔子得意的学生，死的状况很惨惨不忍睹所以大圣大贤都不能说在一生当中有顺无逆，都做不到我们在一生当中处在逆境里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弘法利生，或者在社会上
尽忠报国，为国为民，遭到一些人的陷害，遇到一些谗言，想想古圣先贤，我们的遭遇已经非常幸运了。能够常常做如是观，常常这样想，我们就能够乐天知命，就能够心平气和。人生在世，对自己来说，不过就是养活牲口而已。所谓是日摄三餐，夜眠6尺初一也能够御寒，也能遮体蔬菜也能下饭，也有足够的养分有许许多多人都认为，如果没有鱼肉，就没有营养了。素食里面养分不够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在台湾，出家人很多出家人都吃素你看到哪个出家人不是肥肥胖胖的？他的身体，他的营养，不见得比你们天天吃鱼肉的人差了。如果你要仔细去观察，素食人身体健康状况比肉食人要好得太多。何况选择了素食，永远不再跟众生结冤仇了。尤其是在大乘佛法，长养慈悲心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素食对于身体健康有绝对的好处。我在年轻的时候，初初接触佛法，第一本看的书就是《了凡四训》，是当时朱金洲老居士送给我的。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非常欢喜所以我学佛6个月之后，我就吃长素了那是我26岁的时候初接触到佛法了，明白这个道理知道素食的好处我吃了几十年了，身体没妨害健康的状况很正常你要说素食没有营养，素食不健康，我们这些人就是现身说法了何况素食就是无畏布施不伤害一切众生的生命
我们愿意快快乐乐、幸福的过一生，我们也希望这些小动物啊，它们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幸福啊度过这一生啊。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为一切众生着想，我们就心安理得了，就能够自在安乐了，何必跟这些世间人去比赛呢？跟世间人相比，太苦了。人家有的，哎呀，我也要有；我也没有，好像就显得寒酸，显得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以前讲经也曾经说过年轻人喜欢时髦，赶不上时髦了，就好像要被人家笑话了。他们人来告诉我，特别是一些在家的女居士，年轻的女居士，月月都要换时装我看到那是浪费我说我们这一件衣服都要穿个20-30年呢，你们为什么每个月都要买衣服？他说不买不行呐，这个过时的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笑死了。我说笑死是他死，你没有死嘛？你怕什么？你尽管穿旧衣服，穿去年前年的衣服，让那些人多笑死几个。所以时尚有一些我们需要赶上的，有一些不需要这一次我回来之后用了10天的时间到南部去走了一趟环岛1周，每一个地方同学们对我都很客气热烈的招待，办素席请我10几道菜都是很大盘的端出来，我看着浪费从前经国先生提倡梅花餐很好最营养的青菜豆腐为什么要这么浪费？他们告诉我，如果不这么做显得寒碜。我说这个我们不提倡我希望净宗学会提倡梅花餐人家笑我们寒酸没关系，我们就寒酸，我们本来就寒酸怕人家笑干什么呢？我们讲求实质，不讲求排场我们的生活过得多自在呢，过得多幸福呢？天天跟人家比赛，天天要赶上时髦，你的精神压力多痛苦你的生活压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财富，还得想尽方法去贷款去借钱，你不叫冤枉吗？自找苦吃所以社会善良的一面我们要发扬光大，社会那个不好的一面从我们本身把它割除掉这种奢侈我们要学着节俭我们要学廉洁
我们待人以真诚恭敬，我们接待宾客，照顾他的生活隐居起居，能照顾得很周到，这就很好了，真正是皆大欢喜所以希望一切都从本身做起。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佛在经上常讲，世间万法都是虚假的，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佛为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但是又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些话，它真正的含义何在？实际上说，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广。如果我们真正透彻明白了，那就不是凡夫了，是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听佛说法，我们能够理解的深度确实是很有限的。十法界、六道轮回，这些都是因果变现的相状。相有，体无；事有，力无。那么这些事相虽然是虚妄，这佛给我们讲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就是这些事相的转变不空，这些事相的相续不空。因为有相续有转变，所以业因果报就非常明显了。所谓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果报通三世，有现生这一生所造的善因，这一生就能得到善果，这个叫现报。也有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善恶，这一生没有果报，而果报在来世来一生。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之为生报你来生呢就得到了果报了。那么还有一类，这一生所做的善恶业，要到来生也没有果报，到第三生或者第四世，或者是千万年之后，或者是无量劫之后遇到缘，这个果报才现行。
这个通通叫后报啊，在佛法叫后报，因果同三世啊。造作的业因决定有果报啊。如果说造这个业因没有果报，这在理上讲不通，在事上也讲不通啊。决定有果报，因此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了。在经上常讲，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菩萨是个觉悟的人，他唯恐自己将来受恶报，所以他先断恶因啊，决定不造恶因。于是他这个罪障消灭了，功德才能够圆满，才能够修成佛果。而凡夫之人呢，是常常造恶因啊，又希望不要受恶报啊。佛说这种心态就好比在太阳底下想躲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奔驰啊，是决定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一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要深刻的去了解、去认识啊，然后我们才知道佛所讲的这些话了。只有一念心性是真的，真心本性啊。说它做真，说它做本，就是它永远不会改变啊。这是一切相之性，一切事之理，永恒不变。虽然不变呢，但是它随缘啊。这个真性呢，它随缘。它要是随觉悟的缘，那就成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陀啊，就现这些相。如果它随迷染的缘啊，它所现的相呢，就是六道轮回的相。所以我们心性呢会随缘啊，随缘它不变，不变它能随缘啊。这些事理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然后设法界这一些事项啊，我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啊。我们选择四圣法界是自受用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六道轮回去度化众生啊，就是佛家常说的乘愿再来啊，随类化身。我们要想度人道的众生，一定要现人道的思想。如果我们要度畜生道的众生，一定要现畜生的身相啊。同样道理，地藏王菩萨要度地狱众生，他一定要现地狱的身相。如果不现同类的身相，就不能度那一类的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在六道示现呢，他不是果报啊，他是大慈大悲，怜悯这些众生啊，示现这个身份呢，把他们带出六道轮回啊，这个叫大慈大悲，这叫做普度众生。
我们的人生不容易，闻佛法尤其不容易。既得人生，既得闻佛法，就要认真努力去修学。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正等正觉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凡夫从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古德有个比喻说，厚超过大地，深超过大海。而佛在经上跟我们做了个比喻，那是更好。假如我们无量劫来所造的这些恶业，恶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原子、像电子，只要它有个体积的话了，无量劫来我们造的这些恶业，尽虚空都容纳不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既然呢，无量劫造作这些恶业习气种子这样的深厚，如果我们在修学菩提道中要能够说是没有障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无论在世法在佛法，大圣大贤呢，都不能保证他自己一生平平安安的，原因就在此地。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能够安心的接受，就是他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业因果报的由来，他明白，他不迷惑所以他能够安心忍受，依旧能够成就道业。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今天社会许许多多的灾难，究其根源在哪里呢？在伦常所有一切动乱灾难的根源，正是佛家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两个字真是把那个根本挖掘出来。所以世出世间的大圣人教我们安身立命，从哪里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你看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教学，传统的教学，一直到清朝末年现在不讲求了几千年都守住这一个宗旨都遵循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五伦十义是社会安定的根源。五伦第一个是夫妇
夫妇生活在一个室，就是一个房间呢，同一个房间生活。房间外面呢，这是家了。家里面的成员有父子兄弟啊，所以它的基本是在室，是在夫妇。那么换句话说，夫妇是世间一切众生幸福的根源。如果夫妇之道破坏了，那就是社会一切动乱灾难的根源。要想挽救社会，从哪里做起？从这个地方做起。那么现在，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家庭破碎啊，这个离婚的事件，他平常呢司空见惯了，就见怪不怪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现在人有真智慧的人少了，有真学问的人少了，啊，看不到这个根源，疏忽了这个根本。啊，中国在古代，朱维阙、读礼记、读仪礼，最隆重的、最繁琐的，就是婚礼。为什么婚礼要这样的隆重，这样的繁琐？啊，就是提醒你，要慎重的集合，集合之后就不可以分离。啊，不可以分离，就是维系社会安全。啊，不许社会有动乱发生。否则，家不成家了，国就不成国了，天下大乱了。啊，古时候啊，只有结婚的，没听说离婚的，哪有这种事情啊？这还得了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啊，距离我们这是70、80年前了，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教育大众的，就是顿伦尽分，贤谐存诚，就这4个字啊！这4个字就能安定社会，就能够消灭世间所有一切的灾难。可惜，大事以后，没有人提倡啊，没有人重视啊！伦就是无伦啊，顿莫伦常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教什么呢？就是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啊，头一条就是叫你明了夫妇之道啊，然后教你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君臣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伦是同类啊。我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我们应当尽的是什么义务？每一个人都有这10种身份啊！你在家庭里面啊，你是一个先生，对你的太太，
你是丈夫的身份。太太对丈夫是妻子的身份，你要尽到你本分的职责。你对你的父亲是儿子的身份，你对你的儿女是父亲的身份。对你的兄长你是弟弟的身份，对你的弟妹你是兄长的身份。在社会上，你有一份工作，对你的公司长上你是部下的身份，对你自己领导的部下你是领导的身份。你要知道你在什么身份上，你要做什么样的义务，你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工作。佛教给我们做事做饭呐，事是大众的表率呀。我们的行为工作要给大众做模范呐，这个人就叫做佛菩萨。而儒家教导大众做亲、做君、做师。儒家讲的君亲师这三个字的意思，跟佛法里面讲做事做饭完全相同。我们曾经在此地做过一次专题讲演，说明现在儿女为什么不好教，学生为什么不好教，员工为什么不好带？问题结症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能够做到君亲师。佛陀的教育为什么今天这么腐化？跟释迦牟尼佛基本的精神完全相违背。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懂得做事做饭嘛，把《华严经》上53参的精神模式完全舍弃掉了，佛教也能不衰呀？不但衰，会在这个世间消灭掉这都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所以印光大师提出来顿伦尽分贤邪存诚这4个字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懂得尽自己的本分本分工作做好了没有功劳做不好你有过失做好为什么没有功呢？应该做的嘛，你怎么可以鞠躬呢？现在人做一点好一点的事情都觉得值得骄傲，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应该要做好应该天天求改进，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儒家讲的日新又新，佛法讲的精进，你应该要做的。你做得不好，你有罪过你有过失要懂得尽自己的本分那么我发心出家了，这是出家这一类人就是这一类
出家这一类干什么呢？续佛慧命，教化众生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发心出家，就是社会上有一些年轻人立志从事于教育工作啊，一生呢去做一个好老师，去教学啊。出家人是从事这个行业啊，在家从事于教育工作，大概在学校里教书，它有个范围。出家人教化众生没有范围啊，所以教化的对象九界众生啊，这个范围就广了，没有一定的场所，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一定的对象啊，所以佛教育范围非常之广大了。我们发心做这个工作啊，做这个工作，我们的身语意三业都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我们做到没有呢？要真干呐！口不出恶言，不积他过啊！你看，连世间的贤人君子遭受人陷害，都没有报复的念头，都没有怨恨的念头，何况学佛呢？啊！别人毁谤，别人陷害，我们接受啊，不埋怨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我们了解无量劫来的业因果报吧。过去生中造的业因，今天这个果报当然要承受啊。受这个果报，这个账在此地就一笔勾掉了。下一次再遇到这些人，他就不毁谤了吧？啊，报掉了。如果我们受这个果报的时候还有怨恨，那个麻烦就大了，那就生生世世啊，互相愁肠啊，没完没了。这是愚人干的事情，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干的事情。有智慧的人，账到此地来了，就还掉了，一切都做还债相啊！所以不怨天不尤人，没有丝毫怨恨之心，常常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啊！所有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祸害遇到了，都是安心的承受啊！这是我们得佛的教诲呀！啊，贤邪存诚啊，贤是防止啊，防止一切邪知邪见，防止一切邪行。啊，我们要懂，要认识，要知道预防，存诚。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用真诚的心，啊，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要用觉悟的心，要用慈悲的心。我们以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就是贤邪存诚的意思。一生能够守住这个原则，长
刹那之间都不离开，都不越轨，这一生才真正叫做个好人呐！印祖告诉我们呐，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我在幕后加了一句“做好人”前面这个3条做到，那就是做好人呐。好人决定有好报好报纵然不在今世，来世后世一定有好报我们心里面怎么会不自在呢？怎么会不安乐呢？以这个基础入佛法，佛祖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3句话了诸恶莫作，善恶的标准，凡是有伤害社会、伤害一切众生的事情，决定不做那是恶。凡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众善奉行这是善恶标准。如果以佛的教戒呢也好佛的基本戒条有10善，有10恶哪10恶呢？佛给我们讲身就身体造作、杀生、偷盗、淫欲，这是身的3恶，不能做如果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叫3善根，身的3善恶反过来就善了，善翻过去就是恶口是指言语妄语是恶，两舌是恶，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恶，说话粗鲁，说话伤人绮语是恶，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翻过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口的4善意里面念头贪嗔痴是恶翻过来，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善所以我们要远离10恶，勤修10善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绝不造10恶业众善奉行，一定以10善这个戒认真努力去修学自尽其意。这一条里面有定有慧前面2句诸恶莫作，在佛家在小乘戒，独善其身诸恶莫作是独善其身众善奉行是兼善天下了这是戒
独善其身，我们一般讲小惩戒；众善奉行，大惩戒，菩萨戒。再加上自尽其意呢，这里就有定有慧了。我们的目的是修清净心。然后决定念佛求生净土，这才有圆满的成就。为什么不教我们学其他的法门？在先前这个时代印光大师劝我们将近100年了，不算太远。在大师眼目之中，我们这个时代修学其他的法门很难成就。实在讲，在唐朝的时候，距离我们大概在1300多年，1300-1400年。那个时候，清凉大师就说了，这个话在《华严疏钞》里面，他讲：“三乘学者，有因无果。”这句话我们不能够轻易看过。三乘的学者，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些修行的人，他证得了声闻、缘觉、菩萨，还是有因没果。那么清凉大师讲的这个果是什么呢？果是一真法界。如果你不能够往生到华藏世界，你不能超越十法界而生到一真法界，都是没有果十法界里头没果六道就更不必讲了哪有果呢？因此，诸佛菩萨都劝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是有因有果，极乐是一真法界，它不是十法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有因有果但是你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华藏世界，那就难了你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还要破无明烦恼这个实实在在讲，不是我们凡夫有能力做得到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而菩萨的修学，一定是建立在二乘的基础上。二乘人修学，一定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人天乘修行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伦常的基础上。所以顿伦尽分这句话就太重要太重要了是出是法的大根大本所以印祖才说他说纵然是古佛再来我们常讲再来人诸佛如来要现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他必然也是讲
顿论见分，必然也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绝对不会提倡其他法门。印光大师为什么这样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怀疑，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都不要了？就单单要你这个净土法门了？其他法门都不传了？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太多了。他们说的话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那正不正确呢？未必正确也。为什么未必正确呢？你一定要懂得，诸佛菩萨说法，他根据什么？根据十界因缘。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法了？对哪一类众生说哪一类法了？你今天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根基说其他一切大小乘佛法都要断烦恼以小乘法来说，小乘初果要断三界88品见惑，他能断得了吗？假如说他一品见惑都断不了，连个须陀洹的果都不能证得，何况阿罗汉？见思烦恼尚且不能断，怎么能证菩萨果位？你对什么人说法了？如果每一个人的根性都像禅宗六祖慧能那样的，那个可以不必谈净土那说禅就行了。他是那一类的根性嘛。我们的根性不如慧能大师比不上人家了。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他跟五祖讲，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们想想，我们如果遇到五祖一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弟子心中常生妄想那怎么行呢？你心里头常生妄想，常生烦恼，三乘佛法就度不了你三乘佛法那一副药对你不见效没用处所以最后这一帖药，阿切陀药这个药怎么会见效呢？它不需要断烦恼，叫待业往生见思烦恼一品不断，也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而证得一真法界所以印祖这句话斩钉截铁非常肯定毫无疑惑。诸佛菩萨如果是再来人到这个地方来，决定提倡净土，决定不会提倡其他法门印光大师这个说法我同意我完全肯定地接受，毫无怀疑
他说的是事实。这一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他害的是这个病嘛，一定要用这个药嘛。不管什么样的大夫到这个来的，一定用同样的药。因为只有这副药有效。所以佛说法，法怎么个说法？诸位要明了，一定要切机切理。切理就是决定引导众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证得圆满的佛果，这切理。切机的是一定适合于他的程度，适合于他现前生活的环境，他修学容易，没有困难，决定得到效果。所以我们念佛往生，诸位要记住印祖前面那个4句话，那个4句话是基础。如果前面4句做不到，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这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常讲的：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那么多念佛的人不能往生？他没有做到顿轮尽分，他没有做到贤邪存诚，他没有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没做啊。这个4句话是基础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基础一定要修好。所以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年轻的同学来跟我讲，他想离婚，我就会骂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你有什么过不去？先生不好，公婆不好，特别是公婆，很难处你不学佛，那我就不说了。你既然学佛了，你就要知道人与人的相处，你们相聚1天也好，1个小时也好，一辈子也好，都是过去生中的业缘。没有缘，对面也不相逢既然是有业缘了，就得要承受恶缘也要忍受难忍受难忍受是你自己没智慧难忍能忍你应当处处提醒自己，过失不在别人过失在自己六祖大师讲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婆媳之间难相处，学佛的媳妇要常常想，婆婆没有过失过失都在自己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想，你是真正行菩萨道时时刻刻改过自新你就能把过去生中这个结就解开了常常都觉得他不对，我没有过失，你这个结越结越深，生生世世往返报复没完没了冤冤相报
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结解开呢？你要有智慧呀，就把这个结解开了。解开之后啊，这是法眷属了。从冤家的眷属啊，变成法眷属了。你说这个多好呢？真的是自度度他，这叫菩萨事业。如果你有这个遭遇到这个环境了，你要懂得，这是你行菩萨道啊！你修行呢，这叫真修啊！修行不是每天念经拜佛、敲钟沐浴，那个不是的呀！那个是修行的表面、外表样子，实质就是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把无量劫来的恩恩怨怨化解。这叫真修行不但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也要把你这些冤家债主一个个的劝醒帮助他们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你的大慈悲心表露显现出来了你说这些冤家债主能不能度他？决定能度。为什么决定能度呢？佛在经上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呢，他跟你有缘嘛。这个缘，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都是有缘。所以善缘也能度，说恶缘也能度，只要有缘是必定得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我们所有一切都要是归罪于别人，归罪于外面，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我们自己这一生修学不能成功，病根病源就在此地而不知道外面境界没有过失，过失都在我自己一生你能够回过头来，所以回头是岸回过头来反省，这是你觉悟了，你开悟了。你能够反省之后念念改过自新念念努力向善，这叫真修行。佛法真实的利益就在这个地方求要真诚，要恭敬。你要是真诚到极处，恭敬到极处这个敬是敬人、敬事、敬物、敬业你就能全部得到这个全部得到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你就能明心见性如果念念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过失都是别人的，这是大错特错实在讲，佛法里面讲，世间只有2种人没过失哪2种呢？一种是诸佛如来没过失给诸位说，等觉菩萨还有过失诸佛如来没过失。另外一种人呢，自己一生过失，不承认自己过失，那个人没过失。凡夫愚人呢，他不承认除这2种人之外，谁没过失所以如果要是得利益大小的，都在沉静。沉静心大，你得的利益大；沉静心小，你得的利益小。没有沉静，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印祖讲，1分沉静得1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了，一点都不假了。无量寿经上，佛教导我们，惠于众生真实利益，这个教众生得真实利益，就是教众生以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在思想上，你才真正能够看破放下。看破是彻底明白了，放下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你才能过得自在才能随缘念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观看。各位观众，大家好。最近由于加州的气候反常、华航的空难，引起许多同修提出来，是世界性的大灾难，不管是天然的或者是人为的。近年来似乎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么一般社会大众以及学佛的人，对于这些现象，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如何能够避免这一些灾难而不受到伤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也是现前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世界性的灾难，一般人的推测大概有3种：一种是天灾，严重的地震，在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听说过的这样的大地震。那么第2种呢，这是核子战争第3种是世界经济的崩溃，也会引起世界的大灾难。这3种实在讲都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性，我们越来越不会怀疑了。那么这些灾难，除了地震，这是天灾之外，核子大战跟经济崩溃都是人为的。在佛法里面说，这是众生的共业。灾难能不能够消除呢？答案是肯定的。纵然不能够消除，也可以减轻，也可以延后，所以它不是一个定数，它是个变数。这个问题如果要细说，在佛经里面呢，
特别是《大乘经论》说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明了。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因为一切众生，所谓的一切众生，主要是讲六道里面的众生，还包括六道以外十法界里面的众生。这些人都是迷而不觉。换一句话说，对于事实真相，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当然，在六道凡夫是完全不了解。这四圣法界里，虽然明白一些，但是不够透彻，不够圆满，所以它能解决局部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经论上虽然说的很多，但是我们必须掌握到他所讲的纲领，他所说的原则，千经万论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经上8个字，8个字把事实真相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很难懂，禅宗里面所谓“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对于心这一桩事情明白了、了解了，这个世出世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禅宗所标榜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佛就是一个究竟圆满明白宇宙真相的人。那么在古印度称他做佛陀。所以佛不是神，也不是仙，佛是人。如果对于事实真相不明白、不了解呢，就叫凡夫。凡夫在佛法里面有所谓9界凡夫，除佛之外，通通可以称为凡夫。凡夫里面智慧差别不一样，确实是有等差。这种等差，也就是变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境界。现在科学家知道，他们讲时空有2度的空间、3度的空间，这个我们容易明了。2度空间是平面，3度空间呢是立体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空间呢是3度的，4度空间呢，这是加上时间，5度空间呢，大家承认有，确确实实存在。5度以上在佛法里面讲呢，精神的现象。换一句话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妄想分别执着，人人不一样，所以
每一个人生活的空间都不会完全相同。佛法讲同分见妄，别业见妄啊，这是在《楞严经》上说的，说的太好了啊。那么严格的说，这个空间是无量度啊，无限的缘次啊，无限次的这个缘次，这是事实真相。但是从无限的缘次里面，佛大别的给它分成10大类，这就是经上讲的十法界啊。十法界是大分，细分呢那是无量无边的。这种现象都是迷失真相之后啊变现出来的境界。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为识所变啊，但是不管怎么个变法，能变所变的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能现所现的是真的啊，特别讲能现的是真心的，是本性的，只有这一个是真的。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是吧？这是《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句话不但概括了十法界，实在上也包括一真法界，都没有例外的呀。为什么说它是虚妄？这个虚妄是的确很不好懂啊。《金刚经》上的比喻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4句偈是世尊22年所说般若的总结啊，所说的般若总归结之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就是有生有灭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面，所有的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所有的植物都有生住异灭，乃至于矿物星球，它有成住坏空。换一句话说，这一些全都是有为法啊。我们讲物质的现象，那么再回头看我们的精神现象，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啊，所以心理现象也是属于有为法啊。精神是有为法，物质也是有为法，没有一样啊不是有为法啊。除了我们现在讲虚空，大概虚空是永恒不变的了。其实佛告诉我们，虚空也是有为法，它变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我们不太容易感触到，它也是会变的啊。这个现象，如果是对佛法深入研究一些的，他能够体会到啊。所以虚空也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在法相唯识里面讲，只有真如是真实的，真如是能变的啊，就是我们讲的唯心所变，那个心呢是真如啊，唯心所现的啊，这个能现的是真如。而为识所变，识也不是真实的
是就是我们讲的精神这一部分。所以能变所变，以及所现的，全是虚妄而不实的，只有一个能变是真实的。所以佛法的修学，让我们一定要体会到这些事实真相，然后才能解决种种问题。相为什么是虚妄的？这个现象呢，在过去实在讲很难懂不但不容易体会，而且也不容易说得出来。真正所谓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而佛说法了，有善巧方便。那么现代我们用这些高科技，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就比较容易多了。譬如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电视的画面，电视画面能现象，而且电视画面呢是多变化的，这个就很类似心现识变的这个现象。你从这个里面去观察，细心去观察，这个画面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现在我们一般知识都知道，荧幕上的画面呢是由线、由点组成的。那么你要观察这个点、线的生灭的现象。它生灭的现象呢，速度太快了。说它生它已经就灭了。可以说呢，生灭几乎是同时的了。生灭同时，佛就将它不生不灭。如果它真的是不生不灭，那要讲这一句话了，就毫无意义了。它确确实实有生灭，但是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几乎同时，见不到生灭这个现象，所以说不生不灭。如果我们看到宇宙一切万象不生不灭的现象，这在佛法里有个术语，就是你证得无生法忍了。这个地位就高了。在大乘法里面，正式的讲的说，七地以上，七地菩萨以上，真正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如果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原教初住菩萨，这个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他真正体会到能现所现，能变所变，体会到这个境界了。用现代话，发现这个境界了，肯定这个境界了，对于这个现象是毫无疑惑了，这个人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的初地菩萨。那么他的这个生活境界，就像《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万法皆空。正是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讲了几百遍，无所有，不可得。这是说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无所有事实真相是不可得。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以为有所有，
以为有所得，这就造成能变跟所变了，造成了十法界所谓的一真庄严，这么一回事情啊！虽然变现这些幻象，而实际这些幻象依旧是无所有，依旧是不可得。就好比一个人对于电视真相他不了解，他完全着了画面上的相了，就着相了啊，以为这个相真的是有啊，所以他的这个情绪就随着这个画面呢来变动啊，画面欢喜，他就生欢喜；画面悲哀，他也生悲哀啊，勾引他的七情五欲啊，不晓得那画面是空的呀。明白人知道这个画面是有现是有点，刹那生灭，根本就不存在呀。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啊！如果其如这个事实真相了，所有一切灾难呢，也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也是无所有，也是不可得。你想想看，他还需要避免灾难吗？还需要谈得上什么伤害不伤害吗？啊，其如这个境界，那个核子弹在空中爆炸，他在底下看，像看焰火一样啊。他在那里欣赏啊，他没有颠倒，没有恐怖啊，永远离一切苦厄啊。但是不入这个境界的人，那生大恐怖，受大伤害啊。所以佛菩萨慈悲也，不希望啊这些没觉悟的人遭受这种恐怖伤害啊。如何导正他呢？这就是我们讲啊，要把事实真相向大家详细说明，让每一个人都明了事实真相，然后不但人为的灾难可以消除，自然的灾害也可以消除啊。为什么说自然灾害也能消除呢？佛告诉我们，所有现象从哪里来的吗？唯心所现嘛，唯识所变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里面的变数太大了，随心所变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切法包括了大自然啊，大自然也是从心想生的。这个心想，现在这近代的这些科学家了，他们体会到善恶是个变数啊，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啊，确确实实这个善恶念头啊是变数的根源啊。一念善，把灾难都化解了；一念恶呢，就造成许许多多的灾害了。啊，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你们都曾经听说过“相随心转”呐。啊，台湾现在是富有了，人富有了啊，对于自己的生命啊，就看得非常的贵重了，啊，所以常常去算命看相。那个算命看相的都会告诉你，相随心转，命也随心转。相既然随心转呢，你要晓得体质也随心转啊。所以有很多同学身体不好，常常有病，求这些医药啊，
诸位要知道，求医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呐。治本从哪里治呢？从修善心，修清净心。心地清净善良，你这个里面的细胞组织就正常了。正常的组织就是最健康的。什么理由把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破坏了呢？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忧虑，把我们这个自然的组织破坏了。现在我们讲破坏自然生态呀。现在大家知道，这是工商业发展的时候，把地球的自然生态破坏，而不晓得这个妄想、烦恼、忧虑把我们自己身体这个细胞自然组织的生态破坏了。这破坏才有许许多多的疾病才有什么癌症的发生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纵然得到癌症了，怕不怕？不怕了。需不需要治疗？不需要你可以重新把它调整这个例子很多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就是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他在10年前得癌症，医生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寿命呢决定不能超过6个月。他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天天念佛，在居士林做义工，他不求医，也不吃用药现在10年了，再去检查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医生说他这个是奇迹我听了一点都不稀奇有什么稀奇？他的心呢恢复到清净，恢复到自然，所以很快他这个破坏的这些组织的时候就恢复到自然，恢复到正常这是个聪明人呢，这是个有智慧的人去年我又看到一个例子在居住在伦敦一个黄居士，他的儿子是医生，前年给他检查身体，他得的这个癌症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也不找医生呢，也不吃药每一天念佛行善，现在2年了，也若无其事非常好他要我到伦敦去玩所以有很多得癌症呢，很快就死掉了。怎么死掉了？吓死了，真可怜癌症不会死人的，他是被癌症吓死了，你说多冤枉。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这个身是个小宇宙，是个小单元，可以用这个唯心为实这个心现识变这个道理能调整。这个大宇宙也是我们心现识变的所以再大的自然灾害，可不可以调整？可以调整佛在经上尤其讲得明白，讲得透彻，是依报随着正报转。依报就是我们自然环境正报是人心人心清净，人心善良，自自然然就风调雨顺所有一切自然灾害都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话，谁相信一般人说你们讲这些话没有科学根据那换句话说，现在人迷信科学，科学能解决问题吗？你们仔细想一想，科学带来人为的灾难核子大战
是不是科学带来的？现在大家恐怖的这个生化武器，是不是人为带来的？是不是科技带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科学带给人类没有好处吗？啊，虽然有一点点便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实在讲得不偿失啊！啊，而不懂得佛法是最科学的、顶端的科技啊，没有能够超过佛法的啊，非常可惜呀！这个西方的科学家，由于语文的不同，没有读过大乘佛法啊。如果他们要能够学大乘佛法，要能够深入佛经的境界，我相信他们的科技会更向上提升永无止境的往上提升，这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疾苦的问题啊。那么现前绝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佛法，佛法在全世界弘扬，可以说是99%都是宗教，宗教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诸位呀，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呢？宗教是迷信的，宗教是感情的啊！你看看西方，特别是中东啊，中东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根据历史的记载，至少有4000年是为了宗教信仰不同，频频的战争这是宗教带来的灾难4000多年来冤冤相报从不同信仰结下的仇恨，永远是没完没了。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教育，唯有教育才能解决问题，宗教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中国我们古老的祖先很聪明，有智慧所以在《礼记》里面《礼记》是在汉朝时候完成的编辑完成的，至少距离我们现在超过2000年了。你看他们的思想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重视教育不重视宗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学，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而教学的内容是伦理道德伦理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先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夫妇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就是今天社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现在人都不懂了古时候这是教育的重点。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之后，然后再告诉你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然后再提升一步啊，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后你才懂得怎么做人啊！所以，民国初年，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位高僧大德，印光老法师，他老人家教给我们4句话，这4句话就能够解决现前的劫难啊，就能够化解今天全世界的纷争。大师当年在世，极力的宣扬，可是，在当时，这个资讯没有发明呢，交通不方便，所以他的教化影响的面呢就不大了啊。如果是在今天利用这个高科技，向全世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传播，让每一个人都觉悟了，我们的灾难就化除了啊！这是我们生在现代得力于科技的帮助，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科技，化解世间的劫难。千万不要运用高科技去制造这些灾难，那就不得了了。怎么说用高科技制造这些劫难呢？违反了伦常道德的这些内容啊，这就是造成一般观众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那就造成了大灾难了。假如我们播出这些画面是正面的，啊，诱导人，让人觉悟，让人回头，这些劫难就能够化解。啊，所以科学工具它没有罪过啊。运用这些科技的人，必定要有智慧，必定要有大慈悲心啊，来运用这个最好的工具啊，能够化解这些大灾难啊，人为自然的灾难，通通都能够化解啊。老法师这4句话就是顿伦尽分，贤邪存诚，深信因果，信愿念佛啊。这4句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重复了几10遍了。他老人家一生自己生活修学，确确实实做到了这4句。一生呢，教别人呢，也不离开这4句啊。这个4句真正叫切机切理啊。佛经里面常常说，讲经要用什么方法来讲啊？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讲？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讲切机切理。所谓机，就是这一个时代的需要，这叫机啊！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呢？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把伦理疏忽掉了，把道德舍弃掉了，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损人利己。那么在这么一个
社会状况之下，切记的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叫他明了伦常大道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彻底的明了，然后才自自然然生出真诚慈悲，这就讲到顿伦尽分了。顿伦就是和睦一切大众与一切众生呢和睦相处，这就是顿伦的意思。尽分是尽到我自己的本分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从事某一种工作，我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圆圆满满，绝不是自己享受。做圆满之后，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大家享受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而不是损人利己了可以做到舍己为人，这就是顿伦尽分的意思先邪存诚，邪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贤是防止，我们必须极力防止特别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广播工作的如何能够净化社会、净化人心，那你就是佛菩萨了如果你播音的这个里面内容是伤害风化的播的这些画面是一些暴力的色情的、灰色的、黄色的，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是叫这个灾难呢快一点降临是扩大灾难，是提前灾难，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觉悟今天佛菩萨能够出现在这个行业当中大众传播事业当中，这个世间就有救了我们能够牺牲自己，就能够成就别人能够牺牲自己的享受就能够化解世间的灾难所以对于这个资讯的内容传播的内容，一定要很慎重的去选择一定要提供正面的消灭一些负面的我们不能说减少一定要把负面的完全杜绝这个在行菩萨道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些商人认为迎合社会大众人的口味可以能赚得大利没错，你是可以赚得大利，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核子战争来了，你这个大利的时候能保持吗？如果整个世界经济崩溃了，你的利益能保持吗？你也不能保持你带给世间是大灾难那在佛法里讲，你的果报是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为什么做这种措施你今天播音是正面的，是劝人为善的，难道你不能得利益？
没有这个道理呀。你这个利运决定不是你用这些手段得来的啊！你用这个手段可以发财，我用这个手段为什么发不了财呢？可见的发财不与这个不相干呐！啊，怎么发财的？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财的原因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啊，你布施的多，你现在得的财富大了。你布施法，你就得聪明智慧；你布施无为，你就得健康长寿啊！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有200多岁的人啊，这是我听说的。我去年在新加坡听说有一位大陆上的老法师到台湾来访问，啊，曾经到过我图书馆留了一张照片，啊，我看到这篇照片看得非常欢喜。他多大年岁呢？去年来的，138岁，啊，今年139岁，很健康啊，仙风道骨啊。那他为什么这么长寿呢？前生修无为布施是因呐，绝对不是他怎么保养，他吃什么东西是养生有道，不是的。啊，佛讲的因果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讲得真实啊。所以你命里头没有，怎么能强求得到呢？求不到的。哎，你今天发财是你命里头有的，那么换一句话，你为什么不从事正面的就教导众生呢？你那个功德就更殊胜、更大了，你的财一定还得到那么多，不会超越你命里面的。你命里头有100万，那个100万零1块你都得不到，你所得到的跟你命里头恰恰相符合的呀。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大家必须念《了凡四训》。你把《了凡四训》念透了、念通了，你就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然后你才知道如何修真实的福报、永恒的福报。这一生有福，来生福报更大啊！千万不要这一生享福，来生堕落啊！那你就苦了，你就太不值得了啊！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这是佛法的教学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啊，积功累德。昨天有同学问我啊，布施修福啊，怎么样修这个大的福报啊？我告诉他，我们凡夫布施100万，布施1亿万。所修的福报不如菩萨布施1块钱啊！没有菩萨布施1块钱的那个福报大，这一般人听不懂啊！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就是现在人所讲的3度空间、4度空间、5度空间。凡夫他是生活在这个几度空间里头啊，那个范围很小啊，你布施100亿啊，你都出不了你的圈子啊，所以你的福报就那么大了
菩萨布施1块钱，福报为什么那么大呢？菩萨没有界限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执着的界限，他那个心量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他布施一点点呢，就扩展到尽虚空变法界，他没有障碍嘛。凡夫布施的再多，他自己有重重障碍，画了许许多多的圈子，把自己围在里面，所以他的福报只有那么大。你比如说，你布施再多，希求的是布施全世界的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你能够修这样的大布施，你来生的福报可以做这个世界上的王不一定是国王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是居世界领导，那就是王你从事于商业，你是世界商业的领导人；你从事工业，你是世界工业的领导人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是这个世界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量就这么大你没有展开。如果你心量能够拓开的话了，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空间，到5度空间、6度空间去做天王去了你看看，道理在此地菩萨为什么得那么大的福报呢？这菩萨根本没有界限，根本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突破无限的空间不是什么10度、20度几百度，突破无限的空间呢。所以他那个一点点的功德了，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凡夫修福没有法子跟菩萨比所以佛劝我们要当菩萨，不要当凡夫菩萨怎么个当法呢？心量拓开念念都要想到虚空法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居住的都市，邻里乡党，当然包括在其中。哪有不受福的道理呢？你不晓得这个道理，你怎么能解决问题今天世界的灾难，可以说人为多过自然自然还离不了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人心都能够回头。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前天有个同学来问我，这法师我们到底从哪里回头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告诉他，我说你平常起心动念是不是为自己？是的。是不是为家庭？是的。是不是为事业？是的。那我说好，你就从这里回头，从今之后起心动念呢，不要想自己，想一切众生，不要想家，想整个社会，想整个世界，你不就回头了吗？他这一天懂了，懂了要真干我们天天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我们付出的贡献的这个果实，希望给社会、给一切大众共享，不要为自己自己在一生当中，也不过是日食3餐，夜眠6尺你还能有什么享受所以把我们自己这个最低生活标准维持够了，所有多余的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众生。现在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地区，有人没饭吃没衣服穿过这些苦难的生活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要认为帮助的东西很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心量很大，
所以呢，一点点布施的功德是尽虚空别法界，学做菩萨嘛。我们自己不希求任何的果报，但愿众生离苦存这个心就好所以你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职责，做社会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这就是真正的积功累德，真正的自行化他了。佛家讲度众生，度众生要这个度法了。自己要是做不到，天天说空话，谁相信你？谁能够接受必须从自己做起我常常讲，今天世界这么多灾难，灾难是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自己不好，没有修得好，没有做得好，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我们要回过头来责怪自己，决定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责任推给别人，决定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更糟糕回过头来，一切自己承担，一切都是自己的过失，自己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自己有救了，社会也有救了，灾难也能够化除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收听。诸位观众，大家好。现代人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生活缺乏，心灵空虚，无所适从，反而不如古人的精神生活充实。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这个问题是纯粹的教育问题。中国谚语有说：“人与禽兽几兮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个动物禽兽也是个动物。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就是在教育。换一句话说，人如果不受教育生活还不如禽兽。这是有不少人都曾经体会到，感觉到自己做人不如一些飞鸟像我们在外国看到这个天鹅看到这些野鸭看到这些海鸥
他们生活那么样的悠闲，那么样的自在，总觉得我们人不如他了。这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人为万物之灵的，最可贵的就是他有能力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一定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教我们如何跟人相处，如何跟这一些动物相处，如何跟大自然相处。不明白，这不行啊！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将我们做人的本分能够做到圆圆满满，这个人就有价值、有意义，精神的生活才能够充满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儒家的教学。你看孔老夫子教学4个科目，他的4科是有顺序的，决定不能够颠倒的。第一呢是德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标准。如果要是把伦理道德舍弃了，实在是人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这古人这说的很不好听，叫衣冠禽兽这个样子像个人呢，穿人的衣服，戴人的帽子，心行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是一无所知动物在佛法里面讲，它只是受报而我们人不但受报而且还要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个苦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人如果没有受到教育，真的反而不如禽兽这个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了，都能够体会到的也能够肯定这个事实。所以德行教育是教学的根本。在古时候，特别是小学从一个儿童7岁上学，离开父母古时候的教学，学生是跟老师这时候离开父母跟老师生活，跟老师在一起，所以老师不但是要教学，老师最重要教生活教育确确实实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因为老师是个活的标本，是个活的样子学生跟老师生活在一起，就要向老师学习学习老师的生活，学习老师处事待人接物所以小学着重在生活教育教他洒扫应对
教他尊敬师长，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教这些，这是伦常的大根大本呐。叫他懂得忠孝节义懂得五伦八德，他教这个。除了生活教育之外，再教他学术。学术的教学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背诵经典，不讲解的。老师看学生的天分，这个天分高的，每一天教他念的课文长一点；天分这个天资差一点呢，每一天念的课文呢短一点。古时候这个课文不像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不一样的，所以从前念书都是四书五经，四书是宋朝时候才有，古时候没有。古时候的典籍就是五经跟13经，这个是最重要的科目，让学生背诵所以老师每一天上书就是教他句读，从前这个书本没有句读，老师教的时候用朱笔把它圈出来，就红笔圈出来，一句一句的圈出来，到哪里是一个段落，把它勾出来，教学生读，教学生呢背诵，它的标准是10遍。譬如教你念10行，古时候的书每一面10行，每一行20个字，那么换句话，10行就是200个字，你念10遍就可以背诵，这个就是符合你接受的标准。如果10遍不能够背诵，就是你的能力不够，那么可以减少，减少到15行，减少到从10行减少到8行，减少到5行。天资更差一点呢，叫你念3行，3行就是60个字，标准是10遍之后一定能够背诵，以这个为标准。能背诵的了，这是我们从古书上看到的，这个一等的天资大概一天能够背诵700字，那是很稀有的。我们说的是天才儿童，他念10遍的可以背诵700字的样子，这是很少。通常中等的这个天赋大概说是背20行左右的样子，也就是400字的样子，那么能背之后老师就是督促，让他背100遍，让他背200遍，朗声高诵，所以从前教学是这种教学法。为什么要他念这么多遍数呢？儿童记忆力是非常好，这样念下去之后，他一生都不会忘记，所以这个阶段利用他的这个天赋的能力记忆，所有必须要记忆的东西都在这个时候完成，所以这是古圣先贤的典籍文章都在这个时候背书，这是小学。到这个13岁12、13岁，小学这个阶段呢完成了，这个时候他的一举一动
都符合礼节啊。我们中国人就常讲的小大人呐，规规矩矩啊，不像现在一般受这个西方教育的儿童很活泼、很可爱，没错啊。东方这个教学的儿童啊，就像大人一样啊，规规矩矩啊，一点都不敢苟且啊。可是他真生智慧呀！13岁呀上太学啊，我们中国教学没有中学，只有小学跟太学，太学就是大学。太学里面的教学方法完全是讲解、研究、讨论啊，而且老师指导学生呢，怎样把它做到啊，教这些。所以老师教学生，无论是小学是太学，老师教学生的人数啊，大概都是10几个人。现在所谓小班制啊，人数都不多啊。那么老师讲学都不需要课本了啊？为什么呢？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学生都背熟了啊，老师自己也背熟了啊。提起哪一部书啊，譬如说《礼记》，哪一篇、哪一页啊、哪一行，每个人都能背得出来。他还要书干什么呢？不需要书了。那参考书说到某一个经、某一部书里面记载的这些东西，都曾经背过了。所以老师讲学的时候，不要带课本呐。学生听课啊，也不需要带课本呐。带什么呢？带酒菜呀，有酒有菜。学生挑着担子，老师坐着车子，这个学生替他赶车去旅行啊，一路走是一路玩，一路研究讨论，3个月回来之后，这一门课程教完了真的是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把这个经典里面所有疑难的问题都解决了。经典里面所讲到某个地方，那地方去旅行了，去玩过了，这些古籍都去参观过了，都去考察过了，所以他实地的考察了，他不是旅游观光啊，他去考察，真实的学问然后知道古人这个教训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在处事待人上怎么做在我们从事某一种行业上应该落实下来怎么做法，所以那叫真智慧真学问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上看到很多不满20岁，这时候还是童子叫弱冠不满20岁考中进士、考中举人的很多这是国家取材这个考试的方式，就像现在这个高普考一样进士等于高考举人等于普考考中的这个能力强的，分发在地方。做地方首长做县市长10几20岁就做县市长他真能办事，真懂事真可以做地方上的父母官拿出很好的政绩来我们民国初年，我认识的还有一个。一位佛门弟子就是张陵也许他现在已经不在
也许过去有同学曾经给他见过，这个老总统的纪念歌是他做的，张陵19岁当县长，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一个不满20岁的做县太爷，所以中国古老的教学跟现在的方式不一样着重在真实的学问。当然，从前分科没有像现在分得这么细，现在是越分越细了。古时候这个科目很简单，着重在做人，着重在为民服务所以从前是学而优则仕。国家培养人才，选拔这个地方首长，标准是什么呢？这汉朝立的标准，这个标准一直到满清都在应用，用了将近2000年了。标准是2个字：孝廉。所以中国古时候有选举它不是全民选举，谁选举呢？地方官员选举，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地方首长，台北市的市长，你做市长，政绩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进贤受上赏替国家推荐人才，国家给你的赏赐是最高的，国家最高的赏赐。我们今天讲这个勋章这个赏赐是赏给什么人的？给国家推荐人才的人。所以从前你看看做官的，那个做官的戴的这个帽子，这地方首长戴的这个帽子跟普通人帽子不同，他这个帽子像楼梯一样，前面矮一层，后面高一层，那个帽子叫什么帽子？叫进贤冠，希望后一代比我们这一代高出。他取这个意思，他都有表法的呀。你说帝王戴的时候呢，戴的是冕旒，那是什么？表平等，做皇帝心要平等对待人那个做官的时候，希望后来要比我们高后来居上都有意思在很好的意思所以替国家选拔人才常常出去私访访什么呢？孝廉孝子，忠臣出孝子之门这个人能孝顺父母，必定能够忠于国家，能够忠于人民他办事能尽心的尽力了廉洁呢就不贪污所以国家选拔人才是这2个标准，一个是尽忠负责任，一个是不贪污廉洁，以这个为取材的标准。国家呢培养这些人才发现这个能够孝顺父母廉洁的人，把他选出来由国家培养他，教育他所以他这个精神生活就充沛了，物质生活并不讲究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多少古代做大官的，做到将相的，退休之后真的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甚至于过的生活是过平民生活，不是富有的生活显出他的高，得到社会人的尊敬
证明他确确实实做那么大的官，做那么多年的官，没有贪污，没有发财全心全力为国家为百姓那么他自己也非常之安慰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确确实实做了些好事为众生做了好事所以他的精神生活当然充实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他们的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哪里像现在？现在我看这些富贵人，我在旁边冷眼旁观他是什么种心态呢？机器人虽然呢，他有很高的地位，这是贵；他有很多的财富，这是富。他虽贵虽富但是他没有享受贵也没有想到，是富也没有想到天天生活在烦恼忧虑之中，天天生活在患得患失之中，苦不堪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贫穷的人苦富贵的人比贫穷人还要苦贫穷人不过是一时缺乏物质生活缺乏而已他那个缺乏就太多太多了反而不如贫穷的人，富而不乐不如贫而乐贵而不安呢，不如贫而安贫人有安乐，富贵人没有安乐你要问原因在哪里呢？原因都是教育的问题如果真正受到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受到佛法的教导，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富贵也好，贫贱也好，都能够得到安乐，都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你要问怎么样改善呢？那一定要改善教学的方法，改善教学的目的教育决定是以为民服务为目的。如果这个目的只求个人的这个财富我只能够讲个人的名位财富我讲的是实话，不能讲个人的幸福美满。为什么呢？他没有幸福，他没有美满财再多他也不幸福地位再高他也不美满真正求到个人幸福、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社会的祥和、世界和平，一定要靠伦理的教育这是最低的。一定要靠佛法的教育，佛法是正觉的教育，佛法是大彻大悟的教育这个能解决根本问题儒家伦理教育能够给我们解决这一生的问题，佛法的教育能够给我们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所以印祖后头2句讲深信因果，信愿念佛如果不念佛，不把我们生活空间扩大，那我们就是有因无果
西方极乐世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外太空啊！我们可以升到外太空去啊，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那个点要是讲科技呀，那是净虚空变法界，科技达到顶峰怎么说呢？所有一切受用啊，随心所欲你想吃东西，那东西马上就摆在你面前了这是科技才真正达到最高峰我们晓得物质是怎么变现的？物质是能量变现的。这个现在科学家懂得原理，不知道怎么个变法。西方极乐世界，他那个念头一转就变出来了。想吃什么东西，把这个能量变现成物质；不想吃了，不要了，也无需收拾，把这个物质再化成能量，没有了。你说多自在！我们现在到远地方去，还得坐飞机，还要坐什么火箭将来什么太空旅游，人家不需要什么工具都不要，心里想到哪里，这个身体就到达哪里了。这么样的自在生活空间之大了，是一切诸佛的刹土我们今天讲要拓展外交，为什么不拓展净虚空变法界诸佛刹土的外交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办到了，圆圆满满的办到了。我们讲六道，讲十法界，任何一道你都可以去旅游，任何一道你都可以去参观，来去自由没有丝毫障碍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真实利益了。你要不生极乐世界，你的旅游就没有那么方便这也就是说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拿阿弥陀佛的护照走遍十方法界，通通没有障碍到任何国度都受欢迎这个诸佛菩萨一看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接待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这个道理诸位要能够，希望能够再更清楚更明了，你就一定要去读无量寿经，读大乘经典你就了解了明白了，然后你才能升起信心，才知道怎么样做法所以学佛一定是先把人做好。如果我们人都做不好，成佛成菩萨就没指望了所以人要做好呢，一定是敦伦敬分印光大师这几个字比较深现在一般人看到不太容易懂那么我把它变化变浅一点我讲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正觉慈悲这是讲用心我们能用这个心处事待人接物，就是敦伦将我们自己本位的工作做得圆圆满满，就是敬分那么我现在是一个出家的身份出家干什么呢？出家是做教师人家见到我称我一声法师我要有法教人
所以出家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正是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出家人的本分。受持是遵守佛在经典上的教诲，依教奉行。读诵天天温习佛的教诲，不能忘记。为人演说也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说是为别人解说，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事业。尽分我们要尽到这个本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也有现在这个社会上说你们是宗教徒应该多做些慈善事业，没错，我们这个为人演说就是慈善事业，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善呢？唤醒众生的觉悟这是真善真慈真正救济一切众生不是说众生没衣服穿，送他几件衣服；没吃的，送他一点吃的，那个解决不了问题帮助众生觉悟了，帮助众生明白了，这是真正的慈悲救济。慈济两个意思很深很深送一点粮食，送一点衣服，那是鸡毛蒜皮的小慈济为人演说是大慈济这个佛是普度九法界的众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知道怎样去做把这个工作做得圆满做到究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众生都能够觉悟了，这世间所有一切灾难都化解了，都消除了。觉悟的人才真正幸福，才懂得什么叫幸福，才过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觉悟的人，地位再高，财产再多，他不幸福，他不美满。所以佛教育着重在觉。佛这个字就是觉悟的意思。佛教就是觉悟的教诲，觉悟的教学。所以决定不能把它看成宗教，看成宗教就错了。而最彻底、最圆满的觉悟，是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求生净土，用现代的话就是移民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向阿弥陀佛学习。希望将来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也能够发大愿，帮助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所以心量是真诚真诚心、清净心清净是不染污不执着平等心是没有高下，没有分别
正觉心决定没有迷惑颠倒。慈悲心，慈悲就是爱护、关怀，全心全力就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个叫慈悲啊。我们存这个心啊，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个就是真正的佛菩萨的模样啊。所以用这个为人演说，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啊。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到处讲经啊，提倡四好啊，劝大家存好心。好心就是这5种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存这个心呢，存好心啊！说好话，与好心相应的就是好话嘛。啊，行好事啊，做好人，这是真正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救度自己，也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这是教育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有许多同学关心的是个社会问题，就是大家常常看这个风水，看相算命风水，这个是不是真的？我的答复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你要明白这些事理的真相，你就晓得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命有没有？有。命从哪里来的呢？命是你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形成的。你过去生中造的善多，你的命就好啊。你造的恶多，那你命就不好啊！所以命不是人家给你注定的，给天地鬼神，给佛菩萨，给上帝都没有关系。命是自己造的，不关别人的事情。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谓是自作自受啊。所以，真正通达这个事理的人，无论他遭遇多大的苦难，他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呢？自作自受嘛，怎么可以怪别人呢？纵然是行善，一生做好事，对国家尽忠报国，对人民热心服务，到最后的结果不好甚至于遭很大的灾难，他也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呢？这一生所受的，前生造的嘛，应该要受嘛，欢欢喜喜接受嘛，不怨天不尤人。今生所造的呢，来生结果嘛，来生受嘛，因果通三世不是一生的一生做一生受，这叫现报。这一生做，来生报，在佛法叫生报。这一生造作，第三世以后再报，这叫后报。后报的时间有的很长很长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哪里没有命运所以佛法承认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人都有命运，但是佛法不讲续命，也就是这个命运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怎么改变呢？善恶的念头。你要是觉悟了，你一定会断恶修善，你就会把你命运改好了。你要是不觉悟，天天还是存心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造作一切罪业，那你的果报就越来越坏了，你的命运就变坏了。所以这个命运它有个变数。那么一般人他去算命看相呢，都能算得很准确，是什么道理呢？他天天虽然有变数，他变的幅度不大，距离他这个标准呢起伏不大，所以就相当准确。如果他有大善大恶，起伏太大了，就不准了。这个诸位要是稍微细心留意的去观察，你就能够体会到。你也懂得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改变命运这个事情不难呐。那么讲到风水有没有呢？风水有。什么叫风水啊？现代人提到这两个字都觉得很神秘，其实这两个字非常平常。这两个字要用现代话来讲呢，就是居住环境。居住的环境给自己的修养、性情都有关系。有人喜欢山，有人喜欢水，不一样，不相同嘛。那个喜欢水的人叫他住在山上，他这个风水就不好了，他不喜欢了。喜欢山的人叫他住水边，那风水也不好了。所以诸位要懂得什么叫风水好呢？你住的那个环境你自己很满意，住得很欢喜，这个地方对你来讲风水好，不要被人骗了。千万不要说哦哟，我住在这里不满意，很多事情不顺利，那是你的业报。与居住环境有没有关系呢？是有一点关系，关系不大。有些居住这些环境呢，常常引起自己烦心，看到不满意，甚至是一个房间里面的布置，有人布置得很高雅，一进这房间很舒适。有人这个房间还很凌乱，一进去的时候就很不开心。这个通通都叫做风水。所以这个全都是可以改变的，不必让别人改变呐。请一个地理师来改变，那个人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的这个生命受别人摆布，自己做不了主，你说这个多可怜。真正聪明人自己做主，不受人家摆布，这个才快乐。平常我们在一块吃饭，请客的时候，有人夹菜给我吃，我就很讨厌。为什么呢？你夹菜给我吃，我受你的摆布啊。你叫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自己不能随我喜欢的。所以我常常就劝人不要给我不受你的摆布，不受你的控制。话说的是很难听他就觉悟了，就明白了。我喜欢吃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个多自在多舒服呢。生活环境都不要听别人摆布，我们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可以去斟酌。这是真正懂得
什么叫风水呀？那么有人问，这自古以来许多历代的帝王贵族，好像都没有得到风水的好处。其实他当时得到风水的好处，风水会变的呀，而且风水会随人变的。这个道理明白的人就不多了。你比如说，家这个人住在这个地方，风水很好，住得很顺，没有一样不顺利的，家庭也美满，事业很顺利。一到这个地方来就住，未必。甚至住在这个地方遇到很多灾难。什么原因呢？他的性格不相同。在我们中国人讲呢，八字不一样嘛。所以说对甲说风水好，对乙未必好。对乙说风水好，对丙也未必好。一定要配合自己的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习惯，一个人自己的情操，环境给你这个精神生活，这物质环境给你精神生活能配合的恰到好处，好风水。是这么一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自己就不受别人摆布，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这就好处。所以这个看风水的人也有一句搪塞的话了，说福地福人居他给你看到好风水以后，你再住在那里，你倒霉了，不如意了，他说不是我的责任，这是福地，你没有福。他一句话就把你挡住了。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话里面的含义，你要真正懂得，何必去看他呢？我只要修福就好了。我有福，无论住到哪个地方，风水会随我转这佛家讲境随心转，就是这个道理。你的心善，你的心好，居住的环境，它不好的地方，它会变好了。你的心不善，你的行为不善，是个很好的，就这个风水，你到那里去住就变不好了，变坏了。这个就是所谓佛家所讲的境随心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最重要的是要存好心。是要行好事，做好人。你无论居住哪个地方，无往而不吉利那么幕后一个问题，人的命运是否天生注定？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人确实有命运，家有家运，国有国运，整个世界有世运。我们中国古老典籍，现在在寺库里面有收《黄极经世书》这是宋朝邵康节做的。邵康节先生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的天才。他完全用数理来推断整个世界的命运，这个世界的这个兴衰，世界的吉凶祸福，但是他的文字很艰深，一般人不容易看得懂，他是用数理来这个推断的，数理推断的这种预言，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属于比量，根据一些理论来推测的。
不一定完全正确，啊，但是它的准确性呢是相当高，啊，不能讲完全正确。那么另外一种预言呢，是从定中境界里面看到的，这个很准确，啊，像现在这个最近呢，我听说有这个西方出了一本书，叫《圣经密码》，啊，里面预测到就近代，啊，他写这个书是3000年前写的，对于近代连波斯湾战争这个发生的日期都注解的那么清楚明白，啊，许许多多现在发生的事情啊，它里头通通都有说。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它是属于限量境界，那是定构，啊，在禅定里面，啊，所以西方人他们感觉到这个书啊很惊讶，啊，我看了这个书呢很平常，啊，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晓得不需要上帝，能够有初禅的这个功夫就行了，啊，有初禅的这种定力的话呢，那么对于几千年发生的事情啊，他就能看到清清楚楚，啊，为什么呢？佛法说过，涉世古今啊，不离当念的，啊，这一句话，佛在3000年前说的，啊，在近代，爱因斯坦讲过，他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同时存在啊，就跟佛法里面讲的“涉世古今，不离当下一念”一个意思，啊，因为未来啊同时存在嘛，所以你入定的时候啊，这个界限突破了，就能够看到未来，啊，所以未来几千年的事情，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是禅定的功夫，不一定是讲上帝，啊，只要有这个定功的人，他都很清楚，他都很明了，啊，这是一个学佛的人来看很平常的，西方人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啊，可是他也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善恶是个变数，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变数呢，能够把这个灾难化解，能够把这个危机延后，啊，要靠什么力量呢？靠大家觉悟。如果这个世界上能够有1/10的人觉悟，问题就解决了，啊，就能够延后了。那些没有觉悟的人沾觉悟人的光啊，所以一人有福啊，连带有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沾他的光。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